今年秋天，中日关系上演了一出峰回路转的大戏。就在不久前的10月底，在南韩举行的亚太经合会议 APEC 场边，日本新任首相高市早苗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难得同框握手。当时的画面显示，双方彬彬有礼，笑容可掬，仿佛释放出一丝中日和解的曙光。高市早苗身为日本史上首位女首相，又崇拜铁娘子柴契尔夫人，以对华强硬著称。即便如此，初登场的她似乎也希望与邻国中国维持基本的礼节与沟通。习近平则在镜头前展现了标志性的微笑，一切看来风平浪静。然而，谁能料到短短半个月之后，中日关系会急转直下，跌入冰点。高市早苗与习近平在 APEC 握手寒暄的照片还历历在目。不料11月中旬，两国却因一番话掀起轩然大波，日本舆论惊呼中日关系崩了，中国方面更是震怒非常。从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到官媒央视，罕见的集火痛批高市早苗，一时间玩火者必自焚的警告声在北京上空回荡。中国甚至发布了对日本的旅游警示，仿佛准备出招惩戒日本。中南海震怒之余，许多人好奇这场风波到底因何而起，北京是否还有更大的反日大招蓄势待发。而在这场激烈博弈中，那位以反共鹰派著称的高市早苗反倒可能成为最大的赢家吗？这场外交风暴的导火索其实就源自高市早苗本人一句惊人的公开发言。时间回到2025年11月7日，高市早苗上任不足1个月，在日本国会众议院预算委员会接受质询时，被问及如果台湾海峡发生战事，日本将如何应对。高市早苗直截了当地表示，如果中国对台湾发动侵略，也就是所谓的在台湾有事的，那么根据情况发展，可能构成日本行使集体自卫权的灾存力危机事态权。这番话的意思很清楚，一旦台湾有事，日本可能视其为本国存亡攸关的危机，进而行使集体自卫权，也就是以军事力量加以干预。要知道，这可是日本现任首相首次明确表态，台湾有事即日本有事。长期以来，日本政府在台湾问题上多采取战略模糊态度，刻意避免公开谈论。万一台海爆发冲突，日本是否介入？但是高市早苗打破了这个禁忌，一句话挑明，日本不惜动武协防台湾的可能性，等于冲撞了北京最敏感的神经。想象一下，习近平在北京得知这消息时会是何等震怒，因为在中国看来，台湾问题是他们的核心利益红线，外国势力绝不可插手。而如今日本首相公然宣示可能军事介入，这在北京眼中无异于最直白的挑衅。更巧的是，高市早苗这番强硬表态之前，中日之间其实刚发生一件令北京不悦的小插曲。就在2025年 APEC 期间，高市早苗与台湾的非官方代表林信义热络互动，合影留念。尽管日本与台湾没有正式邦交，但高市此举被解读为释放对台友好的政治信号，也难怪会惹毛北京。对中共而言，台湾问题上日本应当谨言慎行。现在高市一而再踩线，终于引爆了中国方面的强烈反应。高市早苗台湾有事论一出，立刻引发北京方面雷霆震怒。中国外交部在11月上旬连续发声，措辞严厉地谴责高市的言论，严重违背一个中国原则和中日4个政治文件精神，粗暴干涉中国内政，公然挑战中国核心利益。据日本媒体报道，习近平在内部会议对此震怒不已，认为日本新内阁正走上以武拒统的不归路。北京高层敏感地意识到，这是半个世纪以来日本领导人从未有过的表态，必须强力回击，以示警告。外交渠道的交锋迅即展开。高市发言后不到48小时，中国外交部就火速召见了日本驻华大使官邸，向其提出严正交涉，要求日方深刻反省，立即纠正错误言行。与此同时，日本外务省也紧急召见中国驻日大使吴江浩，表达严厉抗议，指责中方反应过度，干涉日本内政。双方大使几乎同日被对方传唤，显示外交战已白热化。然而，北京方面的不满远不止于此。令人瞠目结舌的是，一些中国官员甚至口不择言，发出了极不寻常的
失态、威胁。中国驻大阪总领事薛健就在社群媒体 X 推特上用中文发文，竟然公开恐吓道：“我们别无选择，只能毫不犹豫地斩断那肮脏的脖子。”毫无疑问，这句话所指就是高市早苗堂堂一国总领事，居然扬言要斩首日本首相。这种极端暴力的措辞让各界震惊，日方更是勃然大怒。日本政府立即要求中方做出解释，并有声音呼吁将这位失言的中国外交官驱逐出境。薛健的贴文很快被删除，但造成的恶劣影响无法抹去，中日关系在舆论和心理层面都跌到了谷底。北京官方对此未有道歉，反而采取双召见，强硬相向。在日本召见中国大使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随即开记者会，反过来指责高市早苗的发言，让中日关系陷入极其严峻局面，并证实已召见日本驻华大使，要求日方采取实际行动纠正错误。也就是说，中方不但不认错，还要求日本政府必须想办法让高市收回言论。这种姿态似乎是在向全世界宣告，北京决心要给这位日本女首相一个颜色瞧瞧。可以想见，习近平对高市早苗可谓彻底翻脸。他在11月中旬出席中共高层会议时，罕见地提及日本，表示日本新政府一再突破中日关系底线，中国绝不坐视不管。有分析指出，习近平在 APEC 时对高市还算给予礼遇，但高市回国后的言行被视作恩将仇报，令其心生恼火。习近平作为中国最高领导人，个人威望与对台目标攸关重大，高市这番话简直像当众打他的脸，他岂能不怒？北京内部甚至传出要求严拟对日惩戒措施的声音，由此可见习近平震怒的程度。除了外交举措和官方谈话，中国的宣传机器也全速运转起来，对高市早苗展开密集炮轰。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央视新闻联播这档中国最权威的新闻节目，连续几日都对高市点名批评，大有不依不饶之势。据路媒统计，从11月13日起的4天内，新闻联播3次报道高市早苗相关新闻，总时长超过7分钟，可谓前所未见。第一次是在13日，央视播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答记者问，直接点名高市涉台错误言论，主播语气严厉的警告，正告日方不要在台湾问题上玩火，玩火者必自焚。这句玩火者必自焚随即成为中国媒体对高市批判的高频词，字里行间都是火药味。第二次是在15日，央视报道题为日本多方批评高市早苗涉华错误言行，节目引用了日本主流媒体对高市言论的批评。东京新闻社论形容高市的发言鲁莽且轻率，无异于公开表示他将不惜同中国开战，这在日本首相中是无法接受的。朝日新闻也忧心地说，作为现任首相，高市的言论令人担忧其对日中关系的不良影响。央视刻意强调日本媒体自己的批评，似乎想证明高市不得人心，言行冒进，连日本舆论都看不下去。第三次是在16日，央视以日本政界人士要求高市早苗撤回错误言论为题，再度发难。这次引述的是日本在野党立宪民主党代表前首相野田佳彦的表态。野田批评高市过于越界，相当轻率，导致日中关系陷入非常严峻的局面，要求他收回发言。透过央视之口，中共等于借用日本反对派的声音给高市施压。可以看到，央视这波操作是精心策划的舆论战，先由自己警告玩火者必自焚，再强调日本媒体和反对派的批评，塑造一种高市内外交困的形象。中国官媒罕见连日聚焦一个日本首相的言行，措辞之尖锐，频率之密集，让人不禁感叹北京此次动真格，要把高市早苗塑造成反华反共的反面典型。在官媒的渲染下，高市几乎被描绘成一个执意挑衅中国的战争狂人。央视主播不客气地暗讽他是不见棺材不掉泪。值得一提的是，中国不仅通过央视大骂高市，其他宣传渠道也一起上阵。官媒、人民日报、解放军报接连发表评论员文章，措辞充满战斗性。例如，解放军报在头版评论中警告，
日本若在台湾问题上铤而走险，最终只会遭受彻底的溃败。这无疑是在提醒日本不要忘记二战时的教训，否则中国军队不惜再给其当头一棒。同时，中国国防部发言人也罕见点名高市早苗，放话日方胆敢以武干涉，必将自取灭亡。如此赤裸裸的军事恫吓，在近年中日交流史上实属罕见，显示北京此次对高市发言的愤怒与警戒已到顶点。光是口头声讨还不够，中国很快亮出实质性的反制措施。11月14日深夜，中国外交部忽然发布一道对日本的旅游警示，公告语带危机感地称，近期日本领导人公然发表涉台挑衅言论，严重破坏两国民间交往氛围，日本国内中国公民人身安全面临重大风险。因此，中方郑重提醒中国公民近期避免前往日本旅游，还建议有意赴日留学的人慎重考虑。这等于是公开呼吁中国老百姓暂停前往日本。消息一出，举世哗然。日本可是中国游客最爱造访的目的地之一。2024年有近700万中国游客赴日消费。中国政府此举相当于对自家国民发布日本禁游令，在和平时期实属罕见。更惊人的是，中国3大国有航空公司，包括国航、东航、南航，几乎同一时间宣布，所有年底前飞往日本的机票都可免费退票或改期。这等于变相鼓励已经买票的人干脆别去了，损失由航空公司承担。如此大规模动员国有资源来打击赴日旅游，凸显北京有意以经济手段惩罚日本观光业，向高市政权施压。中国此招可谓一石数鸟，一方面切断中国游客金流，打击日本地方经济和旅游业者利益，另一方面也煽动中国民间的反日情绪，制造一种日本很危险，对中国不友好的氛围。中国舆论场上立刻涌现不少叫好声，有网民高呼抵制日本，从我做起，甚至号召大家少买日本商品。不过也有人对外交部的理由提出质疑，日本真的存在中国人安全受威胁的问题吗？毕竟近年来在日本旅游的中国人普遍反应良好，日本社会对华旅客相当友善，几乎没听说过中国人在日本遭暴力伤害的事件。反倒是在中国境内，过去1年多次传出日本人在华遇袭的新闻，包括一起日本男童在上海遇害案件，引发在华日侨的不安。所以所谓中国公民在日人身安全风险的说法，有被夸大乃至颠倒黑白之嫌。不难看出，中方此举的真正动机不是保护国民安全，而是政治报复，以游客和学生做筹码，逼日本政府低头。除了旅游禁令，北京也同步展示了军事肌肉。中国海事局发布通告，宣布11月17日至18日在黄海海域举行实弹射击演习。虽说黄海不直接毗邻日本，但此时高调军演，显然意在向包括日本在内的周边国家示威。有分析指出，中国可能后续还会在东海乃至台海周边加大军事存在，例如出动航空母舰编队巡航，派遣军机逼近日本领空等，以回应日本干预台湾的姿态。毕竟解放军向来把日本视为美日安保同盟的一环，如今日本明言要介入台湾，一旦台海局势紧张，中日发生安全碰撞的风险势必上升。因此，中方提早展现强硬，既是恫吓，也是实战准备的一部分。此外，中国还在外交宣传上动用其他组合拳，例如，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连续几天在例行记者会上用中英日3种语言反复重申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关于台湾的条款。那份建交声明中，日本承诺理解并尊重中国关于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一部分的立场。毛宁甚至做了4张双语图片在网上发布，提醒东京，无论谁执政，日本都必须信守承诺。这其实是在敲打高市内阁，不要忘记历史文件，否则就是出尔反尔，不守信用。北京透过各种渠道向日本政府施压，气势汹汹，仿佛下一步不排除采取更严厉的经济制裁，例如限制对日出口关键原料，发动民间全面抵制等，来升级报复。面对中国铺天盖地的怒火，高市早苗政府在国内外都承受巨大压力。那么日本国内舆论又是如何看待这场风波呢？事实上，日本社会对高市的
对中强硬路线看法不一，出现明显的分裂。一方面，从最新的民调数字来看，高市内阁的整体支持率不降反升，显示出相当稳健的民意基础。朝日新闻在11月中旬公布的调查显示，高市内阁支持率高达 69%， 与他上任之初的水准相当，属于历任首相中少有的高支持度。共同通讯社的民调甚至给出 699% 的支持率，这意味着尽管中日关系紧张，但日本民众对高市政府本身的表现仍相当满意，并未因中国施压就动摇对他的信任。分析指出，高市的高支持度部分归功于他在经济政策上稳扎稳打，压制通膨，稳定物价有成效，让民众有切身感受。换言之，日本百姓对荷包的关注某种程度上盖过了对外交风波的担忧。不过，在针对台湾有事论本身的态度上，日本民意则颇为分歧。共同社民调显示，有 48.8% 的受访者赞成高市的观点，认为台湾有事可能构成日本存立危机事态，日本应视情况协防。但同时也有 44.2% 的人表示反对，认为不应轻易将台湾战事与日本存亡画上等号，免得将日本卷入战争风险。几乎5-5开的比例显示日本社会对这个重大问题意见两极。毕竟，日本宪法历来强调和平主义，不少国民对于派自卫队涉入台海战火心存疑虑。然而也有许多人认为，台湾地理位置对日本安全和能源航线至关重要，一旦台湾被中国控制，日本确实难以置身事外，所以民间讨论相当热烈，支持与反对各有理据，短时间内难分高下。除了冷冰冰的数据，还有日本民众走上街头表达意见。就在11月15日傍晚，约数百名日本市民自发聚集在东京首相官邸外，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抗议者高喊撤回发言，立刻道歉，高市下台，不会外交的人不配当首相等口号。他们认为高市草率的发言给日本带来巨大外交麻烦，担忧中日紧张升级，甚至引发冲突。一些参与者表示，日本不应被美国利用去对抗中国，高市的做法恐让日本卷入危险。这次集会规模称不上庞大，但也反映出部分日本民众对高市路线的不安和不满。值得注意的是，集会口号中有不会外交的人不配当首相之语，说明抗议者认为高市处理对华关系的方式太过激进，不符合日本国家利益。面对国内外的种种压力，高市早苗政府也不得不展开救火模式。一方面，高市本人在随后的国会答辩和媒体采访中强调，他的发言并未改变日本在台湾问题上的基本立场。他重申，日本依然奉行1972年日中共同声明的原则，尊重一个中国政策。所谓的台湾有事论是针对假设情境的法理讨论，并非日本政府改弦易辙。这等于在向北京递话，我的强硬表态其实没有脱离日本既有政策框架，请不要过度解读。同时，高市也表明愿意通过外交对话化解误会，称正因为日中政府间存在差异，才更需要多层沟通来避免不测。另一方面，日本政府派出了资深外交官金井正章，火速前往北京沟通。金井是外务省亚洲大洋洲局长，17日一早奉命秘密访华，肩负多重任务，为高市发言灭火，向中方传达日方政策底线，试图为迅速恶化的双边关系建立护栏。据日媒报道，金井在北京与中国外交部亚洲司司长刘劲松会谈时，详细解释了高市首相的国会发言并不意味着日本改变对台政策，也重申日本希望两岸问题以和平方式解决，强调台海和平稳定对日本和整个区域的重要性。同时，金井不忘替本国官员讨回公道，对中国总领事薛健的斩首威胁言论提出严正抗议，转达日本国内要求其离境的强烈呼声，敦促中方采取适当措施处理此事。更重要的是，金井明确告诉中方，即便双方在特定议题上有立场分歧，也不应影响两国间正常的人员往来与经济交流。这话针对性极强，直指中国发布旅游警示和留学警告的动作，等于请求北京不要把台湾问题的争议扩大到经贸民间领域。据透露，金井此行带去了首相官邸的亲笔信函，
希望传达高市愿意维稳中日关系的善意，同时也试探中方的态度，看北京是否有缓和迹象。毕竟日本政府内部很清楚，事态不宜继续升级下去。一方面，日本地方观光业者对中国旅游禁令忧心忡忡，担心刚因疫情恢复的中国客源又断掉；另一方面，日本企业也怕中方采取经济报复，为避免局势失控，高市内阁选择先释放软信号，由官员低调赴京灭火，冷静观察中方反应。对高市来说，既不能公然向北京服软，那会被国内舆论批评软弱，但也不想真的闹到经贸脱钩、军事对峙的地步，只好透过外交手腕寻求一个下台阶。经过上述一连串交锋，人们不禁要问，这场中日关系崩裂风波中谁输谁赢？表面看来，中国对日本大加谴责，甚至动用经济和外交手段施压，似乎占了上风。而日本新首相高市早苗刚上任就惹出如此大的争端，让日中关系迅速恶化，是否反而失分？然而深入分析后，一种出人意料的观点浮现，最大的赢家很可能正是高市早苗以及他所代表的反共鹰派势力。首先，从高市个人和其内阁的政治前景来看，中国的强硬反应反而提升了他在国内的支持度和正当性。北京显然希望透过经济惩罚和外交孤立来打击高市政权，甚至可能寄望日本政坛内部的亲中派借机向高市施压，下他的台。例如，中国深知日本观光业依赖中国游客，对地方经济影响大，他们想以此削弱高市在执政党内的声望，让反高市派系壮大，逼他下台。这一盘如意算盘在北京看来颇具操作性。曾几何时，日本也有过首相因外交失误或经济问题下台的先例。中共或许认为再现一个兼职人或鸠山由纪夫式的短命首相并非不可能。然而，北京可能低估了日本民意的反弹和高市首相的韧性。如前所述，高市内阁支持率依然稳定在70%上下，创下近年罕见的强势政府。日本民众看得很明白，这一次是中国公然以经济手段干涉日本内政。对许多普通日本人而言，中国政府不让自家旅客来日本，渲染日本危险，完全是莫名其妙的打压行为，反而激起反感。他们并不觉得高市的发言错到需要道歉，相反地，觉得中国如此霸道，证明日本更应该挺直腰杆，不向威胁低头。这种民意倾向让高市政府在短期内毫发无伤旅游禁令的压力更多，由地方和业界承担，对中央政权影响有限。而且日本经济对华出口依存度近年有所下降，中国若仅止于观光和舆论制裁，对日本全局经济冲击不大，民众生活未受明显影响，高市自然不易被撼动。甚至可以说，北京越是咄咄逼人，越让高市早苗在国内形象硬朗，获得更多认同。高市本就是以强硬保守著称的政治人物，他崇尚对华强硬、联美制共的路线。如今中国如此强势地对付他，等于坐实了他长期以来的主张。中国确实在威胁日本安全，打压日本利益，所以日本必须强硬回击。换言之，北京的激烈反应反而在帮高市做宣传，替他证明中国威胁论并非无的放矢，而是实实在在。日本许多右派舆论迅速集结到高市身后，赞扬他为日本利益据理力争，不向中共示弱的铁娘子。就连一些先前对他观望的中间选民，此刻也被中国的施压举动所激怒，更加支持政府强硬立场。结果就是高市以及日本执政党内的鹰派声势看涨，反而成了这波冲突中的潜在受益者。当然，高市也非全然无忧。理性的分析者指出，如果中国持续升级施压，在其他领域加码报复，比如限制日本企业在华活动，打击日本输华产品等，长期看来，日本政治和经济环境仍可能受到动摇。目前高市所在的自民党只是国会相对多数执政，并非稳固绝对多数，未来仍需和在野党和解，甚至重新拉拢联盟伙伴。一旦中国的压力扩大到让日本经济明显受创，那么民意也可能转而怪罪高市不够圆滑，导致国家利益受损。所以高市虽暂时稳住阵脚，但接下来仍需小心驾驭，加快在内政上拿出成绩，如经济改革、社福政策，让民众见到实质好处。
方能在与中国可能长期化的对抗中立于不败。再从区域角度看，这场风波某种程度上也让整个民主阵营的反共鹰派受益。日本立场的转变和中国的过激反应引起了美国及其他亚太盟友的高度关注与同情。美国方面对高市的表态其实乐见其成，拜登政府早就希望日本在台海问题上采取更明确的安全角色。高市此举等于向华盛顿保证，关键时刻日本会挺身而出。虽然美国官方没有公开站队，但可以想见，美日私下对此早有共识。事实上，有台湾专家猜测，高市在上任后首次与美国前总统川普通电话时，就谈到了台湾问题并达成某种共识。现在中国大动干戈警告日本，美日安保同盟只会因此更加团结。可以说，中共此番强硬，正中美国下怀，促使东京和华盛顿走得更近。对台湾而言，这一变局更是一剂强心针。台北方面，从总统府到民间舆论，一片支持日本之声。台湾总统府发言人公开谴责中国对日本的多重威胁，称其对印太安全构成重大危害，并赞扬日本仗义直言。台湾知名亲日学者石坂明夫更呼吁，此刻台湾人更应多去日本旅游，帮日本提供对抗中国施压的底气。不少台湾网友也响应这个号召，表示要用脚支持日本。的确，台日利益紧密相连，当中国同时威吓日本和台湾时，两地人民反而更觉患难与共。对台湾执政当局而言，日本首相首度明言协防台湾，具有里程碑意义。加上美日同调，未来台海若有紧急，日本出手的可能性和正当性都增加了。因此，从战略上看，反共阵营看似经历一场风波，实则巩固了共识，鹰派们士气大振。尽管目前高市早苗在这场博弈中站稳了脚跟，但中日关系的前景依然充满不确定性。我们不得不问，一度崩了的中日关系能否重新修复，还是将进入新一轮长期对立？未来会不会出现更剧烈的冲突，甚至军事对抗？悲观者认为，中日之间这一次伤了元气，信任大降，恐怕回不到从前那种小心维持表面和气的状态。特别是中国官方已经放话如此决绝，如果日本不让高市下台或明确道歉，北京短期内很难彻底消气。未来一段时间，双方高层互动恐将冻结，民间交流也受阻。例如原本预计年底召开的中日韩三方领导人会议，现在日本与中国关系紧张，能否顺利举办变数陡增。如果中国继续强打历史牌和台湾牌，中日可能陷入2012年钓鱼岛危机以来最差的僵局。那年日本国有化钓鱼岛引发中国全国反日抗议，经贸往来一度大减。本次风波虽由台湾议题引发，但破坏力不亚于领土争端，双边互信跌至谷底后，需要漫长时间才能修补。然而也有乐观的分析指出，中日双方其实都不想真正撕破脸，各自有所顾忌，未来或许能在某种程度上冷却下来，务实地维持竞争中合作、对立中共存的局面。日本方面固然不会收回高市的话，但高市接下来可能暂时避免再刺激北京，转而聚焦国内议题，给中方一个降温的空间。北京则可能在发了一通怒火后，选择观望日本政局走向。如果发现高市短期内无法撼动，继续强攻也难以见效，也许会调整策略。毕竟中国对日本还有其他需求，例如经贸合作、对美博弈时拉拢日本，或者在地区问题上寻求日本配合等。完全把日本推向对立面，对中国而言也非最佳选项。或许双方未来的相处之道将更加务实和双面性。表面上，中日会在价值观和安全问题上针锋相对，日本将更密切参与印太安全框架，中国则持续对日保持高压警戒。但在经济上，双边可能仍保持一定程度的互惠贸易，日本企业不至于大规模撤出中国市场，中日经贸链条难以在短期完全切断。同时，两国也许会透过秘密管道维持沟通，避免发生真枪实弹的军事冲突。例如在东海海域或间隔诸岛、钓鱼岛周边，双方或建立紧急联络机制，防止海空军对峙擦枪走火。高市政府也可能在某个时机向中国递出小小的橄榄枝，
例如派特使访华，或在非关键领域给予中国一些合作讯号，以稳住局面。总而言之，这场中日关系崩裂的戏码背后牵动的不仅是东京与北京之间的恩怨，更是亚太地缘政治板块的深刻震荡。高市早苗勇敢地触碰了台湾这条红线，引来习近平的震怒，也让中国祭出种种非常手段。然而峰回路转之际，我们也看到日本国内民心的变化和民主阵营的集体反应，历史的齿轮似乎又转到了新的刻度。曾几何时，日本领导人对台海问题三缄其口，而如今在巨大的安全挑战前，日本选择大声表明态度，这也许标志着亚洲秩序的新篇章。在面对一个愈发强势的中国时，周边国家开始更公开的协调立场，共同应对。未来的中日关系注定不会一帆风顺，也许还会有更多风浪考验着两国的理智与克制。但愿在剑拔弩张之外，双方仍能保持对话渠道，为地区和平留下一线生机。正如中国官媒曾警告日本的那样，错判时势，注定撞南墙。这句话何尝不是对双方的共勉？无论北京还是东京，都需审时度势，切莫轻启战端。至于那位引发轩然大波的高市早苗首相，他能否在夹缝中站稳脚跟，笑到最后？从目前态势看，高市不仅挺住了，反而借此巩固了自身的地位，俨然成为这场风波中的最大赢家之一。反共鹰派的旗帜在东京迎风招展，而北京能拿出多大耐心与智慧来应对，则将决定未来中日这盘大棋的走向。我们拭目以待，中日关系在风雨过后究竟会破镜重圆，还是就此各走各路？但无论如何，历史已经记下这一刻。2025年冬，东亚局势因中日两国一番唇枪舌剑而改变轨迹，也为未来埋下伏笔。我们唯有冷静观察，希望理性最终战胜怒火。愿这场惊涛骇浪后的亚洲迎来长久的和平与稳定。